Hello，大家好。今天应该说是一个吐槽或者是聊天的视频，因为最近我也看了一些其他人的一些 vlog 呀，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现在的一些生活状态，可能跟之前疫情的时候都不太一样了。我也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吧，所以想分享给大家，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首先就是新出来的这个医保的问题嘛，我呢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说可能就是肯定是自己要去上这个保险了嘛，所以为了图省事呢，就每年就是一上就会上1年的，就不用再每个月再去交钱啊，这样的话就一次性交就会很方便一点。那疫苗保险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有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就不去交保险了嘛，但是我个人觉得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这个去医院呐，然后可能就会自费嘛，就全额自费的话，那真的是看不起病的，所以该交的还得交。我这2天的嘴巴里边可能都就是上火了嘛，然后嘴唇给肿了，搞得我也是更加的郁闷。那现在呢，我发现大家跟疫情之前就不一样了，看的视频的人呢，也可能不像以前是这么多了，因为以前可能居家办公也好呀，或者是在家里面隔离啊，它有很多的时间嘛。现在呀，包括购买力，还有视频的这个播放量也都是大大减少，大家可能也都在各自打算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吧。疫情持续了这么多年，那大家可能就是在经济上现在多多少少的也十分的匮乏吧。现在的就业率包括应届大学生也都是非常的困难，很多公司可能也就只招应届学生，那条件呢也很苛刻，对于可能30-40岁或者是说非应届的学生，你再去找工作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困难，因为到了30-40的中年人呢，他可能到了一个往下走的这么一个趋势吧。就是虽然说现在国内改了65岁工作的年龄又往后延续了嘛，然后大家又反对吐槽啊。就我个人来看呢，07年或者是0几年吧，法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实行了这种政策，包括日本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他们也都可能就是把所有人的这个工作年龄往后推。当时刚出来的时候那也会有很多人去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新鲜，问题就在于正好赶在了疫情之后，这么多年的这个疫情躺平，或者是说经济正在慢慢复苏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给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包括我也听到过这个房贷不能提前还这种各种问题吧。对于我来说呢，都没有什么关联，也没有人给我上保险。但是好像我问了一下他们，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我每年去交保险的话呢，我同样也是要跟这个国家的政策，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比如说65岁退休的话，那我也得等到65岁以后才能拿到退休金，是吧？那我也很郁闷因为对于一个自主创业的人来讲呢，其实他付出的辛苦和努力，还有承受的很多风险跟压力呢，比一个上班族要更大一点。我不知道看我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自由职业者呀？就我们说 YouTube 上有很多做视频的嘛，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第二职业，就是自己有一个公司，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工作，但是可能收入或者是时间都比较自由对吧？然后他有空，或者他的精力比较充沛，很努力的再去做第2份职业，这个呢就另说。他最起码说句良心话，他还有一个最低工资在那儿。我当时是可以找一份稳定工作的，但是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去工作的第1天就能看到我退休最后1天的这么一个结果了。
因为你如果要是坐班上班的话呢，除非你是能力特别强，公司呀或者是企业呀，可能你能跳槽啊。如果要是你在一个很稳定的单位的话呢，基本上升职肯定也许是会的，如果你好好干的话啊。但是跳槽也许就不太可能了，对吧？你要像事业单位啊，或者是一些国企啊，可能就不太好办了。所以我那时候也年轻嘛，但现在如果要让我选择的话呢，我可能还是不会选去天天坐班，因为我不想变成天天混的那种状态。倒不是说别人的那种工作不好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个人觉得人都是有惰性的。因为你去工作，你会想老板比如说每个月的11号啊，或者是几号就会给你发工资。那工作的这个环境呢，这个小的这种团体社会圈子呢，那有的人工作能力强，有的人工作能力差，对吧？你可能也许是那个强的，那你的工作可能就会很累，就是比别人要累。然后呢，或者是说你是新人，你也会更积极主动的工作，去努力的去多干一些活嘛，对吧？无论是职场打压，或者是说竞争，或者是说能力的这个强弱也好吧，他可能他的工资跟他的工作他永远都不成正比，对吧？除非你是技术特别高科技人才，或者是特别有能力的这种有团队的，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工资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刚毕业的时候，我的大学同学他们都是想望着北上广走，尤其是北京，因为天津离北京比较近嘛，然后他们从外省考到天津呢，他的目标可能就是去北京。但是对于我来讲，我不太喜欢去北京工作，喜欢去北京玩，但是工作可能就算了吧。他们可能想在大城市待吧，然后都去一些公司里面啊去应聘啊。那现在也有人就考研究生之后当大学老师，或者是说自己有一些公司电影类的做后期的也有团队自己经营的也有，但是少。大部分尤其是给公司打工的，基本上都是现在养儿育女，女生啊都是这个样子，要不然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司解散，然后被迫现在变成了有的卖保险，还有的就是干一些其他的工作。那我认识一些自主创业的人，在疫情的时候他们都去山姆切肉啊，然后切完肉给员工发工资呀，这种事情都是有的呀，去跑滴滴呀，对吧？去送外卖呀都有啊。为了维持他公司，他给员工，他都会去做这种事。所以说你当老板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尤其是现在疫情过后，社会经济下降的话，对这些小的企业规模的这些老板来讲，打击率是非常大的，就很简单就挂了啊。我们这边就是低商啊，或者是一些经营的一些，无论是什么美容院好，还是什么机构也好，那基本上都是因为房租就没干就黄了啊，很多很多。所以很多人到了中年呢，他可能会更加的忧郁，他有家有房贷，上有老下有小，他就压力会更大嘛。不像刚出来大学生年轻人，可能还多多少少的靠父母，或者是说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社会，不知道社会的残酷与现实，也没有说就是到了不能出体力的年龄，已经陆续被淘汰的这种年龄，所以他没有这种压力感。大部分吐槽我看到的也都是一些中年人会多一点啊。最近也是大家也都是在忙碌起来了，无论是你干什么做什么工作，或者是你做几份工作，对吧？你就会自觉的去给自己一个压力。所以我最近呢也在思考我自己的一些工作呀生活的问题，那同样也是压力很大的。那我不可能说还在躺平，是吧？就是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就是我们属于这种躺不平卷不赢，就是躺着你没有钱，你也躺不踏实，对吧？卷呢也卷不赢，
就是内卷，现在内卷很严重嘛，各行各业的工作，你比如说你跑车、跑滴滴，还是送外卖，还是 vlog， 对吧？现在卷的都很厉害，人才辈出，在茫茫的人海中，那不一定你会成功啊，是不是？所以说躺不平，卷不赢，只能继续坚持着，坚持到65岁拿到点退休工资，然后不要生病，是吧？生病就等于花钱，而且这个花钱的还挺大花的，对吧？所以说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平衡的心态，再加上努力坚持。那我在疫情的就是去年年中差不多的时候呢，到现在我也有做了几十个视频了吧，在 YouTube 上，所以说我也没有在 Vlog 这个行业里面去做过，因为当时我做 Vlog 的时候呢，就是觉得疫情就是看着比较迷茫，然后自己又在家，然后我呢就是画室可能也会开不了课嘛，当时，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去尝试做一下 Vlog 视频，因为大家都在做嘛，对吧？可是感觉呢，做视频其实从拍摄到剪辑到发布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其实每一个 Vlogger 其实他所后面制作的一些工作的包括时间啊、状态啊，他都会耗费很多。我其实本来就是晚上就睡得很晚嘛，然后由于就是做这个视频呢，我可能也会睡得更晚，或甚至于就是会睡觉会完全混乱，因为你如果要是剪这个东西，可能你需要剪出一个什么状态，你才能告一段落，或者是你传一些文件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都要重新去做，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工程吧。我会继续的拍下去，在我有空的时间可以分享给大家有趣的一些事情呀，或者是我专业上的一些视频的，比如说绘画呀这些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也问了一些其他的小伙伴，或者是看了一些其他 Vlogger 的一些视频吧，他们都会说我的视频会比较混乱，所以我就决定呢，我又开了一个新的账户，那个 YouTube 的号只做绘画类的视频。那现在的这个号呢，可能以后将会在生活上，或者是一些兴趣啊、爱好啊，或者是旅游啊，反正就各种吧，这种会多一点，就不会再放很多绘画类的一些视频了。如果以前加我的小伙伴，或者是你刚刚看到我视频的一些小伙伴，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去可以加我的另外一个新的这个视频号，我们就会有一个关联。然后呢，如果你可以支持我的话呢，你就可以两个号都去加，也是 OK 的。这样的话呢，我会把我的生活频道和我的绘画频道分开，会有更多的针对性。对，这就是我的2023年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希望之后疫情就是不要再像之前一样这么严重。现在所有全球经济都不好，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应该一切都会过去，所以还是要积极向上，然后努力奋斗吧。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或者是等待的一个过程吧。那就要继续努力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